民法典让法律 easy 一点，让烦恼少一点。历史哥，哎，怎么了？我最近去台中玩，结果你知道发生什么事吗？你怎么了？我被狗咬了。啊，真的吗？难怪我看你手包一块，这也太扯了吧？那你要告他，你有经过他同意摸吗？有啊。那你怎么还可以让你摸呢？要提告的话，我们来请教一下专家好了。民法典让法律 easy 点，让烦恼少一点。哎，委员，最近我看了也是好多的新闻，都有这种狗咬路人，或者是咬狗主人的，或者是咬邻居的这事件哦。比如说呢，最近有一个女生哦，她牵了她的柯基犬哦，结果被比特犬攻击受伤啊，那最后事主判20万。也就是说，不只是狗咬人，现在还有狗咬狗啊，这连狗咬狗都出现了哦。好，你其实看到法院的判决，如果你去搜寻的时候，你会看到狗咬人的这个案件其实非常多。那大部分的情形呢，你如果看到说不起诉，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不是只有赔偿的问题，在刑事上面、刑法上面来讲，它有一个叫做过失伤害。那如果说因为这个事主呢，他有过失，然后导致别人受伤害，比如说我们讲说车祸的时候也是过失伤害，那你养的这个犬呢，你没有做适当的处置，然后造成有别人受伤的话，它其实也是过失伤害。那回到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的，当事人之间如果和解的话，对，就像你车祸事件，当事人和解的话，他也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嘛。哈，那同样的，养的这个动物呢，咬人、对人攻击的情况之下，那种情况它也会构成这个过失伤害。不过我要先讲狗咬人跟狗咬狗是完全不一样的哈，因为刑法上面被害的主体它是人嘛。他是人，所以不同的情节出来的一个结果，它是完全不一样。像刚才我讲那个新闻案件，它是人狗一起被咬。对，那我提到最近有一个案子呢，其实在网络上面新闻很多，它就是比特犬呐。对，大家不要小看哦，它咬人的一个结果呢，是法院说这个事主呢，他明明知道比特犬因为它是一个危险性的，它跟一般的其他的狗狗不太一样，然后他就说这个事主呢，应该要适当的管束动物，他没有适当管束。然后呢，他要设置可以隔离或避免攻击别人的场所、设备、措施，比如说链条啦、口罩啦，对，口罩啊，像这些东西呢，他没有去做，所以法院就认为说，你有过失然后呢，法院在这个案子里面呢，他就判了这个事主啊，他有期徒刑3个月。狗咬人被判坐牢。3个月，但惊呆了，可以易科。对，是没错，但是你记得炎亚纶的案子吗？啊，对，我不服炎亚纶案子，害我们还吃很多黄标，你知道吗？是吗？对啊，很多黄标，真的很夸张。其实我觉得它是有教育性质，真不要这样子。我在路上呢碰到一只犬，我不知道它是什么犬，你知道？反正呢 ，anyway， 它比我还高，但还好啦，它旁边的主人呢有看着它，那它也朝我走过来的时候呢，你会害怕？他比我大呀，他觉得如果比力气，我是肯定比不过他的。可是他的这个主人，他主人其实也蛮娇小的，一个小女生。可是他主人很有威严，他一过去之后，那只很大的狗，他就很听话的，就是转一个方向走。所以大家不要小看这是法院写的，事主要注意适当管束动物的行动。你看他讲说，他没有把比特犬呢加细绳，然后他也没有练牵引的方式看他，然后他就是把它放在那里，然后他也没有给他佩戴口罩或者是其他的东西，然后呢，他就说他让他在停车场的附近他就动了，然后他突然就被咬到。很有意思一点在哪里呢？事主在发生的时候，他就已经先给他了这个5万块钱他并不是说不理他。那这个事主还不错这事主还不错，可是他还被判3个月。我刚刚前面一开始的时候为什么提，就是很多类似的案件，他之所以不受理或者用其他的方式撤回等等东西，都是因为他和解。那在这件里面呢，他没有和解，他说因为呢，他表示他要再赔给他这5万块钱，但是还是没有达成，因为受害者绝对更严重吧。但法院呢，他怎么说呢？他就说他要的太多，所以没有办法和解。结果呢，他就看他的前科的这个记录啦，然后这过失的程度、情节、伤势的轻重，然后他的这个教育程度、他的工作经济状况，他给判他3个月，然后他是可以易科罚金啦。
其实有一点要给他教训的味道哎。那我想问哦，这个法条是不是就是过失伤害？是。就是过失伤害啊，刑法284条，他讲说，因过失伤害人者，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对，然后拘役或10万元以下的罚金，然后如果是重伤的话，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他这个轻伤的部分，这个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简单来讲，那可能不了解法律的人会讲说，我没有伤害啊。那是我的狗伤害啊，它跟我没有关系啊，不是，你的宠物造成的伤害，他那边讲你的过失在哪里？你的过失是说你没有把你的宠物应该要让它避免去伤害别人的这些的东西，你没有把它做好，所以你有过失。就我的法律的常识来说，当然不知道对或错，我们来请教委员，就是说，宠物其实它是不具备独立人格，所以它就是用民法物权的概念，它等于是你的所有物，所以是你的所有物去伤害到别人。就像你开车的时候，因为比如说你打盹儿，累了。然后没有注意到，或者你没有看到你哪一侧的东西有人经过，结果你开的时候就撞。像最近有个知名案件，某知名资深委员因为 A 柱遮挡的关系，然后不小心撞伤了2名女子。我知道你讲的那个是谁。我的意思是说，虽然样态各不一样，但其实从过失伤害的认定上面是逻辑是一样的。对，他就看你这个人，如果你不认为你可以确保他不会去攻击别人的话，那法院就会认为说你不要养。那你选择要养，那对于后面造成的这个损害的部分呢，相较于被害人来讲，谁是可归责的？当然是宠物的这个饲主嘛。但我还是认为这个判3个月的部分呢，这个是算判很重，对不对？以这个狗咬人来说。不是，这要看他的受伤的程度。可是你看哈，他如果是重伤的话，他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可是你如果去看这些法定刑呢，跟我们现在法院判出来的刑，我们每一次啊，其实本来只是要讲法律的这个概念而已。可是你们发现，在民法典里面，我们还把最终的刑期出来给大家。有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么严重的事情怎么会判这么轻？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如果说他是惊吓到或怎么样子的情况之下，然后你就是相较于那些在判刑的时候，你会觉得说，这个法院显然对于这个量刑的部分还没有一致的这个想法。为什么我们今天会讲到量刑的部分？按照司法院来讲，它其实应该做各种不同犯罪行为的量刑，到今天为止。你知道，而且他只要做出表跟统计，其实他是会有一个依据，然后再用 AI 去把里面给算出来。对，然后 AI 可能要给法官一个建议啦，对不对？因为 AI 帮你判断，他会有个建议的那个，所以你等于是他帮你做了一个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你知道，我听懂了，就是说最终裁决当然是法官决定，但是 AI 可以给出一个量刑的依据，比如说 AI 建议这样处多少，然后依据的理由是什么？对不对？你为什么做这个东西？因为你做这个东西之后呢，法官他可不可以有那个我们外面讲的，不管是桌面下的或什么东西，他就很难。因为你有一个量刑的标准，所以其实回到案子的本身，他今天判3个月到底是重还是轻？对，我们根本不知道。对，你要去看，你没有累积就变成 nobody knows， 这最后只能依靠比如说有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者是法律人、律师等等，依照他们过往经验。可是就算是过往经验，也是他经手过的案件或他知道的案件，而不是全面的案件。对，好吧。所以我想啊，今天我们做了一个很广泛的讨论。那我们这个案件呢，根据我们刚才所报的样态呢，总共最后被判了3个月，可以1颗罚金。对，那这个被告呢，他其实有拿5万块，再加5万块出来要赔偿，可是最后没有达成和解。那你觉得这个判3个月，虽然可1颗罚金，到底是重还是不重呢？服还是不服呢？就我来看啊，因为我没有看他受伤的样态啊。不过这件事情我尊重法官的判决，所以我们最后也问一下委员，你觉得你服还是不服这个判决？我觉得很难讲，很难讲。我在猜他为什么会这样子判的原因呢？因为他后面呢，你其实从前科记录什么的，所以可能不是第一次。对，但是这个因为平常讲，我们没有所有的资料，所以我们很难讲说他这样判是对还是不对。但是我再提醒大家，另外一件事，以前在我们节目上面有讲的哈，那这个地方呢很重要。虽然我们讲说6个月以下呢是得1颗罚金，但观众朋友，
得就是可以，也可以不可以。好，所以呢，这个民法典今天就聊到这里了哈。那欢迎大家留下你的这个意见，你觉得服还是不服啊？那或者你什么看法，或者你想要看什么样的案件，都欢迎大家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现在上架时间是每周二的晚上，在桂纶镁的频道叫李桂敏真心话。周三的话呢，在历史哥的频道会来上架哦。欢迎大家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好了，每一期都给我们收看哦。好，每周更新。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相见啦，拜拜。拜拜，观众朋友一定要给我们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影片说明栏中记得去把它订阅起来哦，记得追踪哦，每周都会更新一集哦。那我们呢就在民法典上见喽，拜拜。